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8日上午的8点5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出现了一个阳线，但是这根阳线呢，道指出现的这根阳线呢，实际上是假阳线，它是低开之后发生的反弹，最终呢显示的出来的是阳线。那么在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已经走出弱势的表现。这个弱势的表现呢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已经超预期的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我们可以找到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看到道指已经顶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明显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横向的，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容易发生突破。那接连几个交易日的连续震荡呢，一直不能突破33500点，这个点位呢是非常关键的。无法突破之后，行情并且完成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出现之后可能会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如果这个下跌如果能够持续的话，会重新回到下跌趋势线，也就是下跌通道这个区间上来，最终呢带崩整个美股。那么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会很多情况下出现这种平行式的下跌。那这种平行式的下跌呢，我们看到关键的点位是在2020年的2月份。这个位置呢曾经出现过暴跌，那么我们当前时间点如果跌破3万点的话，行情出现极端的暴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目前美股是看回调的，看下跌的。所以呢如果美股出现重要的回调、重要的下跌，那么一定会影响到比特币的行情。那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我们观察到3万点到17605之后形成第一次波谷，反弹43%之后回打下来，然后形成第二次波谷。第二次波谷之后出现了一个23%的反弹，然后回落下来，在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连续1个月的横盘震荡，并且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那么第三次反弹的最大反弹幅度是18%但是仅有18%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上方连续的一个压力，这两条压力线呢是由1440均线和1690均线，同时还有这个波峰连线，5月份波峰连线合并而来的。所以呢行情到21470我们给出的预计是21500到达这个21470之后我们给出的数据和最终实际到达的数据仅相差1/1000最终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随即发生下跌。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第4次波谷终于形成，这符合了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容易出现一个新低。新低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和八剑阴线走出来了。那么目前所有的震荡在日线级别上，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做了一个回补震荡动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预期下方有这个在悟空阴线之后有八剑阴线、沙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阴线这里呢，我们看到正在进行不断的震荡这些震荡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妖怪。妖怪呢就是干扰我们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在这个干扰性 K 线当中呢，我们看小时线这里面已经形成了一次波谷。第一次波谷呢是极端低点15588出现之后形成的，第二次波谷呢接近$16000这个两个点位呢非常接近。两次波谷出现之后，目前行情仍然正在震荡。那么这里的震荡呢，我认为还是会回打下来，所以呢我给出了一个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当中我画出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是在小日线上画出来的。那么最终的行情有可能再次回到$16000然后反复4次，最终呢在小时线级别上形成这样的结构。
那么行情目前出现了略微的反弹，我们在哪个位置上做空呢？我认为在$17,500到$17,000这样的一个区间做空，因为我们看到了上一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它的反弹力度是逐渐衰弱的那么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已经进行了第一轮反弹，它反弹幅度是在16%。那么目前低点出现之后，第二次波谷已经出现了那么它目前的反弹仅有8%。那么接下来它的反弹力度逐渐衰弱的这个前提下我是看空比特币的。那最终呢，在小日线级别上形成4次波谷之后，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下跌。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上周比特币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就有8节阴线、上层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样呢，我们的目标位$10,500附近。关于以太坊它目前正在表现的更加弱势。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形成一个收敛结构之后这个收敛结构呢是一个次级别的结构，所以呢它出现了接近焦点位的下跌。下跌之后快速反弹，我们观察到这个支撑位大概是在0.07附近注意看我们现在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0.07附近发生反弹。为什么发生反弹呢？原因是在日线级别这里面牛市行情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在0.07附近构成压力位构成这个支撑位这个位置是支撑位。那么压力位在哪儿呢？压力位是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在波峰这个位置上形成压力是在0.08，支撑是在0.07，所以呢快速下跌之后迅速反弹，反弹上来之后，我们看到当前日线级别形成了波峰连线，构成了另一道次级别的压力位。那么行情打到焦点这里0.075这里发生回落，那么目前以太坊是对比特币更加弱势的，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反复强调以太坊呢是最好的做空标的。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上来以太坊本身我们看到横盘震荡发生反弹，发生上涨。那这轮上涨呢出现了突破5月份波峰连线突破11440均线，突破169均线，但上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是4877，高点出现之后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位于$1700的一个压力线附近迅速下跌下跌并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这两个标志性的阴线，然后重新回到波峰连线红色线波谷连线这个红色线两个红色线的这个区间上来。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本身已经形成了1、2、3、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以太坊未来呢在接近这个红色焦点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下跌。那么我们给出它有可能最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目前呢已经走出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下方有这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我们给出它如果出现跌破$1100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之后呢容易到达$260然后我们看一些山寨币山寨币目前出现了正常的轮动现象，因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目前正在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中继横盘震荡的区间，所以呢有些山寨币会有一些表现。那么目前表现的山寨币呢主要是在这个足球板块在足球板块有所表现。我们之前关注的平台币板块目前它已经走出了一个快速回落并且震荡的行情。那么也就是说 CFI 板块当中的平台币火腿BNB OKB这些都在下跌之后的横盘震荡那么相对来说的DYDX 这种DeFi 板块的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这种币种呢正在上涨。但是我们看到今天 DYDX 已经走出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种4小时级别下跌呢很容易改变它的趋势。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平行式的上涨和下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DYDX 这里它的下跌相互平行，那么上涨呢
也有可能出现平行式的结构。那么我们观察的是4小时，我们看到4小时支撑的是支撑位是在 1.8 美金附近，所以呢，行情调整到 1.8 美金附近之后，还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机会。在 DYDX 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我们给出了一个调整时间级别啊，它可能是小线级别调整，也可能是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我们观察到啊，目前它已经走入了4小时级别调整。4小时级别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吸油啊，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目前已经走到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下跌吸油如果能够到达 1.8 美金附近之后，还容易走出一个什么呢？走出一个平行的上涨。那么我们进场位置大概是在 1.8 美金附近，止损位置是在 1.75。根据是在这里面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发生反弹，并且有可能走出一个平行式的上涨平行式上涨在行情当中是非常多出现的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多币种呢都会出现这种平行式的涨跌。所以呢，对于去中心化交易所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代表 DYDX 来说它在行情达到 1.75 美金附近之后它有一定的上涨机会可以作为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